我是林州，一个被996榨干的互联网社畜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末世爽文、末世争霸。我总校书里的同名炮灰开局太惨，刚觉醒异能就被丧尸分食，却没想到一杯冷咖啡，一台炸掉的电脑，让我成了那个炮灰。我觉得炮灰林州死的也太冤了，刚觉醒空间异能就送人头，连个缓冲期都没有。我一边看一边吐槽作者是真狠。我指尖触到卑鄙的瞬间，电脑屏幕突然冒起电火花，黑烟滚滚，随即彻底黑屏。我操！电脑炸了！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！我气得踢了下桌腿，突然我身体失衡，办公桌轰然倒地，地板竟突然开裂，露出小小的漆黑缝隙。这地板怎么回事？突然我身体瞬间下坠，被无尽黑暗包裹，意识渐渐模糊。再次睁眼，没有出租屋的天花板，只有布满血污和抓痕的斑驳墙壁。空气中的腐臭味刺鼻入喉，碎石割着我的胳膊，破烂的灰色卫衣沾满了血渍。我迷茫地环顾四周，这是哪儿？道具组经费这么足，强化的也太逼真了，腐臭味都这么浓。恭喜宿主林州穿越进末世争霸，绑定末世逆袭系统，身份同名炮灰，主线任务存活365天即可回归现实世界。我的妈呀！听着这个话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是穿书了，还穿成了那个开局就死的炮灰。可我只想回出租屋补觉啊，我不想打丧尸。本世界支持末世基建玩法，建立安全区，收纳幸存者，加固据点可获得积分，积分可兑换空间扩容、物资保鲜、安全屋加固等功能。我看着面前的蓝色浮板，眼睛发亮，瞬间忘了恐惧。基建玩法，开公司还能拿积分，我心想这不得赶紧干，打怪内卷狗都不干，但是搞事业，管吃管住，早10晚5，不香吗？突然我看见3只青灰色丧尸拖着残破的肢体从巷口走来，溃烂的胸口滴着浑浊的液体，指甲发黑尖锐，嘴里发出嚎嚎的嘶吼。我慌而不乱，把社畜的冷静刻进骨子里。冷静冷静，社畜素养不能丢。系统，空间异能怎么用？集中精神，心念移动即可召唤空间。顿时，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100的白色虚无空间。我睁眼狂喜，转身就跑，顺手将身侧的破背包扔进空间。丧尸大哥们，我肉又柴又酸，还熬夜熬出了脂肪肝，不好吃。换个人行不行？别追了！墙角过于窄小，丧尸体型庞大，无法进入，疯狂扒着墙壁嘶吼，指甲刮擦墙面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大口喘气。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但原书的打怪剧本，我半步都不会走。末世求生，我要靠基建开公司，活成最安逸的那个。躲在墙角的我，后背的伤口还在渗血，腐臭味萦绕在鼻尖，挥之不去。我知道不能耗着，空间是我唯一的底牌，必须尽快摸透它的用途，才能在这末世里活下去，才能搞事业开公司。我紧贴墙壁，听着丧尸的嘶吼和扒墙声，我手指死死攥着拳头，闭眼凝神，意识瞬间沉入系统空间，外界的声音和气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白色虚无的空间里，破背包孤零零地放在中央。我拿起背包，翻出里面仅有的几块干硬的饼干，塞进嘴里。系统，出！意识回笼，我重新回到小巷角落，手里还攥着半块饼干，嘴里满是干涩的味道。原本扒墙的3只丧尸少了1只，巷口的阴影里，我突然看见那只体型庞大的变异丧尸缓缓走出，青黑色的皮肤布满青筋，右臂突然拉长数米，如同一条蟒蛇。我身体本能的后仰，我不禁感叹，这个进化丧尸还带异能。同时，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。这就是炮灰的地狱开局吗？玩这么大！就在丧尸的手即将触碰到我脖颈的瞬间，我喊出了空间。进空间！我靠在空间壁垒上大口喘气，我心脏狂跳。空间边缘闪过丧尸的黑影，却始终无法穿透空间壁垒。我拍着胸口，我没想到空间居然还能当避难所。同时，我也想到总躲在空间里不是办法，我必须找机会离开这条小巷，先囤点物资再说。出空间。我出空间的瞬间，丧尸的手臂狠狠砸在墙壁上，砸出一个深坑，碎石四溅，墙壁上的裂痕蔓延开来。丧尸转身，漆黑空洞的眼睛死死锁定我，右臂扭曲变形，准备再次发起攻击。我紧盯着丧尸，快速观察。不能硬刚，这丧尸看着笨重，攻击后肯定有停顿，我要抓住那1秒的空隙，冲出去！丧尸的手臂再次狠狠抽向墙壁，砸出又一个深坑。我抓住那1秒的停顿，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冲向巷口，脚踝险些被丧尸的长臂缠住，裤腿被刮破，划出一道血痕。我拼尽全力跑出小巷，扶着一面斑驳的墙壁大口喘气，抬眼便看到不远处巷尾的位置挂着一块破旧的招牌，招牌上面写着惠民超市。我激动的身体发颤，眼中燃起希望。
天助我也！超市，我决定了，第一波囤货目标就是这里，食物、水日用品都是末世的硬通货，只有囤够物资，才能谈搞事业、开公司，才能在这末世站稳脚跟。推开通往惠民超市的破玻璃门，我看见货架东倒西歪，灰尘遍布，地上散落着零食包装袋、破损的饮料瓶和发黑的面包。本以为这里空无一人，却听到了细微的咀嚼声，在这死寂的超市里格外清晰。林州放轻脚步，屏住呼吸，循声走去。穿过倒塌的货架，我看到一个纤细的身影蹲在零食堆中间。他扎着高马尾，身上的旧外套又大又宽，不合身，显然是别人的。你是谁？那个女生猛地回头，攥紧饼干。你是谁？别过来！我是异能觉醒者，你别怕。他渐渐放松警惕，告诉我他叫苏晓，是末世孤儿。我们刚要商量后续计划，一道凶厉嘶吼划破平静。一只壮硕啃食丧尸从货架后走出，苏小脸色发白，踉跄后退，大喊不妙：“啃食丧尸，快跑！”我快步扶住他，让他冷静。你吸引他注意力，我囤货，待会儿带你去安全地方。苏晓愣住，显然不信有什么安全地方，直到我保证按我说的做就一定安全，他才点头。苏晓绕着货架奔跑，丧尸紧追不舍，撞翻一排排货架。我趁机快速将零食、矿泉水、方便面收进空间。你好了没有？我快撑不住了！我收起最后一箱泡面，立刻抓住苏晓手腕，心念一动，两人一同进入系统空间。哇，这个空间居然可以抵御外面的丧尸，还能储存东西。先喝口水。我未来打算开公司，管吃管住，早10晚5。你当第一个员工吗？正当我们要讨论开公司的事宜时，空间突然剧烈震动，物资东倒西歪。我心里一沉，空间从未出过这种状况，外面一定出现了更危险的存在。林州和苏晓扶着堆积的物资站稳，苏晓被突如其来的异动吓到。是不是外面有更厉害的丧尸？我脑海飞速闪过各种可能，难道超市里还藏着高阶丧尸，还是空间被外界冲击，不能再耗着了？空间震动加剧，裂痕越扩越大，零食箱子接连掉落。我立刻告诉苏晓不能久留，必须出去查看情况。出！刚回到超市，震耳嘶吼便扑面而来，一只浑身布满寒光骨刺的丧尸撞碎玻璃冲入，血红双眼死死锁定我们。这是2阶丧尸，战力比啃食丧尸强上10倍。骨刺丧尸挥舞骨刺，划破身旁货架，零食饮料散落一地。苏晓脸色煞白，连连后退。我拉着苏晓躲到货架后，快速询问：你跑的时候注意没？超市里有没有能困住他的地方？苏晓回忆后告诉我，后门有一间铁质储物间，空间小，门体坚固。我正思索如何脱身，苏晓已主动开口：我跑得快，去引开他注意力，你先去开门。苏晓冲出货架，朝后门狂奔，骨刺丧尸嘶吼追去，沿途砸毁无数货架。我趁机绕到储物间，一把拉开铁门，快进来！苏晓冲到门口，侧身险些避开丧尸攻击。苏晓跃进储物间，我紧随其后，反手关门死死顶住。他力气太大了，这门撑不了多久。铁门被撞得剧烈晃动，锁扣摇摇欲坠。苏晓气喘吁吁，我咬牙硬撑。还好我提前将钢管收入空间，此刻正好派上用场。我咬紧牙关发力，心念一动，从空间取出数根钢管，牢牢卡进门缝。苏晓擦着汗，看向我，满眼震惊。你这空间也太厉害了，能装这么多东西，还能随时取出来。跟着我，有吃有喝，不再颠沛流离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等门外彻底安静，我贴门细听许久，确认丧尸离开，悬着的心才放下。超市仍有大量物资，必须尽快清空，再找一处固定据点。应该走了，我们出去，把剩下物资全收进空间。我松了口气，和苏晓立刻行动。他持棍警戒四周，我快速收纳物资。超市物资清空完毕，我们坐在空货架上休息。我跟他继续聊起开公司的想法，不是打打杀杀的帮派，而是让幸存者安稳生活的安逸末世有限公司。他瞬间眼睛发亮，立马点头答应了我。先垫垫肚子，接下来找固定据点，正式开公司。我们吃完出发寻找据点，要求易守难攻，视野开阔，靠近水源。没走多远，苏晓突然指向远处一栋3层小楼。林州，你看那栋楼。顺着苏晓的手，我看到远处有一栋3层小楼，墙面完好，天台敞亮。最关键的是，小楼周围无丧尸游荡。不错，去看看。我们小心靠近，确认安全后推门进入。楼内空无一人，略有积灰。2楼带独立厨卫，我当场拍板，就在这里，就这里了！安逸末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我踩踢加固窗户护栏，
刚拧完几颗螺丝，加固据点获得40积分。原来搞基建真能稳拿积分。我暗暗盘算着，等到凑够100分，解锁临时安全屋，咱们就更稳妥了。苏小逛了一圈基地，发现了一个小惊喜。小楼后方有个废弃水井，清理一下应该能用，水源问题解决了。太好了，分工不变，我搞护栏和大门，你去清理水井，注意安全。苏小拎起铁棍和水桶出门，我继续加固大门。半小时后，苏小回来后说感觉被人盯着，我立刻警觉，末世最可怕的不是丧尸，而是人心。我取出2把匕首，递给他一把。看来有人盯上咱们了，加快防御，今晚轮流守夜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好。后半夜，苏小守在窗边，困得眼皮打架，却仍旧没有发现什么。都后半夜了，外面安安静静的，会不会是我太敏感了？那可不一定，末世的安静最可怕，末世的安静从来都不是好事。我起身走到天台门口，推开一条缝观察。我站在天台边缘，很快听到细碎脚步声。我远远望去，看见10几只普通丧尸被刻意引向小楼，目标明确，果然有人搞鬼。我立刻喊苏小戒备，准备配合反击。来了，苏小戒备！远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引丧尸消耗我们。别慌，丧尸数量不多，分工配合就可以解决。你速度快，绕侧面吸引注意力，我想办法逐个隔离解决。好，我打开侧门，苏小身形一闪冲出，几只丧尸被吸引追赶，另外留下的2只丧尸则朝着我跑来。丧尸嘶吼冲撞，我手持钢管，精准砸向他们头部。击杀普通丧尸3只，获得积分60，当前积分100，触发药水奖励。此药水可攻击猎杀普通丧尸10次。好家伙，有这武器省不少劲。我见剩余丧尸围着苏小，他已快撑不住，我立刻举起药水枪射击，丧尸接连倒地。苏小，往这边跑！苏小趁机冲回小楼，慌乱之中，我看见远处天台有个黑影。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快撑不住了。我告诉苏小不必客气，也正是因为有他，我们才可以安然无恙。不过我也很担心，因为有人已经看上了我们的公司。天亮后，我和苏小继续加固据点防御，收好丧尸攻击药水。我心里清楚，那个黑暗中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果不其然，中午时分，外面传来2阶力量型进化丧尸的沉重嘶吼。我走到门边，透过门缝观察，发现是2阶力量型进化丧尸，2只力量型丧尸体型庞大，一拳便能砸裂墙面。黑影躲在后方冷眼旁观，别让他们砸门！苏小绕丧尸奔跑，丧尸跟在他身后，用拳头砸在地面，砸出深坑。试试能不能压制他们意识。我用意识催动系统，只见白色光照包裹其中一只丧尸，丧尸动作逐渐迟缓。成了！恭喜宿主解锁丧尸收服功能，可收服2阶及以下进化丧尸。我继续发力，利用系统成功收服其中一只力量型丧尸。收服一只后，另一只丧尸战力大减。我和苏小配合，用丧尸攻击药水将其解决。我举药水枪射击，苏小则绕后攻击腿部。黑影转身就跑，苏小本想着追上去，我拉住他的手，示意他先收服丧尸。随后系统提示我可以驯化丧尸，击杀2阶丧尸1只，收服1只，可消耗积分解锁丧尸驯化。我立刻解锁驯化，消耗20积分，提升了丧尸的忠诚度。系统提示我驯化成功，丧尸目前忠诚度60，并且可命名。我想了想，给丧尸取了名字，就叫石甲。以后你就是据点护卫。石甲成为据点守卫护卫。我和苏小松了口气，当前积分仅剩30，据点药品紧缺，我们决定前往附近废弃药店搜集药品。苏小决定自己先去侦查路线，我提议石甲跟我们一起，路上护卫。只是没想到这趟药店之行竟是陷阱。苏小侦查完路线，我们3人出发前往废弃药店。石甲开路，一路清理零散丧尸，一路顺利。我们一路来到药店，沿途没有高阶丧尸，就是有点安静，而我却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越安静，说不定越有猫腻。小心点儿，别中了埋伏。我们3人走到药店门口，刚推门就被数人围住，为首的人直盯盯地看着我，眼神充满贪婪。林州空间异能者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把空间异能交出来，我留你全尸。神秘男人带来多名手下，还有2只2阶进化丧尸，摆明要抢夺我的空间异能。苏小立刻与黑影缠斗，我让石甲缠住2只丧尸，本以为尚可一战，不料黑影突然变招出刀，短刀淬毒，苏小不慎被划伤，黑色毒素快速蔓延。此毒3分钟内无解，交异能，我给你解药。我不可能交出空间异能。石甲仍在拼死缠斗，苏小毒素扩散越来越快，我咬牙指挥石甲死死拖住敌人，一把拉过苏小，动用空间异能向外冲。我拉着苏小冲破阻拦向外冲，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扶着苏小咬牙坚持，我们马上到据点，一定能解毒。终于冲回据，我立刻锁死大门。石甲也负伤赶回，我紧急用空间积分兑换解毒药剂，给苏小注射。系统兑换2阶解毒药剂，兑换成功，消耗20积分，当前积分60。我立马给苏小注射，黑色毒素缓缓褪去。
谢谢你，林州。我表示苏小她没事就好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救治异能者，丧尸驯化功能完全解锁。我立马消耗10积分，提升10甲忠诚。很快，系统提示我提升成功10甲忠诚度至80。本以为能暂得安稳，却不知更厉害的报已经在路上。苏小毒素虽解，但战力折损大半，10甲也带着伤。我用仅剩积分兑换安全屋加固功能，淡蓝色安全光罩覆盖整栋小楼，可抵御2阶及以下丧尸攻击。我以为这层光罩能暂时护我们安全，却没想到这只是沉默总攻的开端。兑换安全屋加固功能，兑换成功，当前积分0，安全光罩已开启，可抵御2阶及以下丧尸攻击。苏小看着光罩，松了口气，因为有这层光罩，对方应该暂时攻不进来。我虽然点了点头，心底却仍旧不安。希望吧。不安很快成真，神秘男人亲自现身，手持异能控制器，直接召唤出3只3阶骨刺净化丧尸。丧尸体型比2阶大1倍，骨刺泛着黑紫色寒光，一爪拍在光罩上，光罩瞬间布满蛛网裂痕，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。我看见他手持异能控制器，黑影站在身旁，3只3阶骨刺丧尸立于前方，眼神凶厉。只见他按下控制器，3只3阶丧尸猛撞光罩。我站在天台，瞳孔骤缩，那可是3阶骨刺丧尸，同时惊叹于对方竟然能操控3阶丧尸。光罩撑不住，他只能防御2阶。更恐怖的是接踵而至，我的空间异能突然紊乱，别说收纳丧尸，连基本存取都做不到。光罩受空间波动影响，裂痕持续扩大，积分早已清零，无法兑换任何防御。苏小战力未复，10甲也因空间紊乱忠诚度暴跌，竟朝我们发出凶狠低吼。我心念一动，想取武器，空间毫无反应。我脑袋剧痛，不好，空间异能紊乱了。空间变动异常，功能暂时失效，积分清零，无法兑换。苏小也浑身发软，没一点力气，战力连曾经的一半都没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10甲，满是担忧。10甲，你干什么？空间变动导致忠诚度骤降，当前忠诚度0，进入暴走。林州，10甲反了，我们被围住了。3只3阶丧尸疯狂撞击，光罩随时碎裂，空间异能彻底失控。我手中只剩一枚未使用的丧尸攻击药水。苏小体力不支，匕首摇摇欲坠。10甲将我们逼到角落，沉默在丧尸群后冷笑。黑影的异能增幅器已对准光罩蓄力，小楼墙壁被骨刺砸出深坑，我们2人一尸彻底被困，灭顶之灾就在眼前。10甲将我们2人逼至角落，张开牙齿欲扑过来。我手心冒汗，苏小的身体也摇摇欲坠。3阶丧尸撞击下，光罩随时碎裂，空间异能失控，我连基本存取都做不到。10甲临阵倒戈，将我们逼入绝境。我手中只剩最后一瓶攻击药水，苏小战力大减，我们2人一尸被彻底围困。丧尸的撞击像的催命符，我体内的空间异能被搅得翻江倒海，每一次运转都像有无数根针在扎我的经脉。10甲更是被控制的敌我不分，那双原本浑浊的眼睛，此刻红得吓人。10甲，醒醒，我是林州，系统，快想想办法！就在10甲的10爪离我胸口只有几厘米的时候，系统的紧急提示音突然炸响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全身的力量都在被调动起来。检测到宿主生命垂危，触发空间异能终极防御形态，消耗全部临时积分。我感觉到紊乱的空间瞬间稳定，我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，摸出腰间最后一瓶丧尸攻击药水，那是我攒了好久积分兑换的，此刻也顾不上心疼，拼尽全力朝着最近的3阶丧尸扔了过去。同时，我看见苏小眼中闪过决绝，速度异能疯狂涌动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，避开黑影纠缠，冲到增幅器旁。给我断！我看见增幅器瞬间黑屏，黑紫色光晕消失，黑影力量大幅削弱，10甲眼中的赤红也渐渐褪去，恢复一丝清明。10甲看着逼近的另一只3阶丧尸，哪怕浑身是伤，也拼尽了最后力气，猛地撞了上去。丧尸头颅被撞碎，10甲也瘫倒在地，石肤碎裂多处。下次我一定会夺走你的空间异能，让你死无全身。沉默说完，带着黑影狼狈撤离。我紧绷的神经一松，瘫坐在地上，空间屏障也渐渐消散，胸口的剧痛让我喘不过气。这时，系统面板突然弹出，隐藏任务居然被激活了。隐藏任务：收集恶灵碎片激活。恶灵本源残留导致空间异能紊乱，收集散落的恶灵碎片可稳定异能，解锁终极功能。恶灵碎片藏于末世危险据点之中。看着大家因为我受伤，我心中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尽快找到恶灵碎片，守护好他们。林州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像异能进化了。我没事，10甲伤得很重，我们先回去处理伤口。我知道沉默不会善罢甘休，在下一次危险来临之前，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经历了昨晚的大战，据点变得满目疮痍，墙壁上布满抓痕和血迹，地上散落着丧尸残骸和碎石。10甲瘫在地上，浑身石肤碎裂，气息微弱。苏小虽然异能进化，但也耗光了体力，脸色苍白。10甲撑住，
等我们找到更多物资，一定给你兑换最好的治疗道具。苏小，你也好好休息，下次沉默再来，我们还要靠你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能熟练用瞬移了，下次一定能帮上更多忙。就是我们现在人手太少了，防御和搜集物资都跟不上。苏小说的没错，经过昨晚的战斗，我更清楚地意识到，仅凭我们3个人根本撑不起一个安全区，更别说开公司搞基建了。就在我忙着加固防御工事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呼救声，还夹杂着丧尸的嘶吼。我立刻握紧手中的武器，苏小也瞬间提起精神，催动瞬移异能，率先冲了出去。小巷里，一名穿白大褂的女生被几只一阶丧尸围攻，手臂被抓伤，鲜血直流，手中紧紧攥着医疗箱。不远处，一名穿工装的男生拄着改装扳手，腿部受伤，正奋力抵抗丧尸。苏小，救那个女生，我来帮那个男生。苏小双手凝聚异能，几下就解决了围攻的丧尸。我快步上前，挥起武器击退了缠上男生的丧尸。两人趁机扶着幸存者往据点方向跑。回到据点，我找了个干净的地方让两人坐下。苏小递过干净的布条，温然主动拿起医疗箱给自己处理伤口，动作熟练利落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我叫温冉，是一名医疗异能者，本来是去附近的药店找药品，不小心陷入了丧尸群。我叫陆川，是个机械师，擅长改装武器和防御工事。我的团队被丧尸袭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本来打算去别的安全区，结果半路受伤被困了。听到医疗异能者和机械师，我眼睛瞬间亮了，这正是我们目前最缺的人才。开公司搞基建，医疗和工程缺一不可，他们的加入简直是雪中送炭。我叫林州，这是苏小，还有石甲。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据点，打算搞基建、开公司，让幸存者能有个安稳的地方。你们要是没有地方去，不如加入我们。温冉和陆川对视一眼，眼中都露出了希望的神色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早就想找一个安稳的据点，好好救治伤员。跟着你们，我一定能帮上忙。我也是，我可以帮你们改装防御工事，打造武器，保证让咱们的据点固若金汤。看着眼前的4个人，我心中充满了底气。我们的团队终于壮大，安逸公司的雏形也渐渐清晰起来。温冉的医疗异能果然名不虚传，仅仅半天时间，就用异能帮石甲愈合了大半伤口。石甲已经能勉强起身活动，苏小的体力也在温冉的异能加持下彻底恢复。瞬移异能运用的更加熟练，甚至能带着我短距离瞬移。陆川时不时停下来，用粉笔在墙上画着什么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林哥，咱们这围墙太简陋了，容易被丧尸和恶势力攻破。我打算把它加固成合金围墙，再在顶端加装尖刺和预警装置，门口换成加厚合金门，这样安全性能提升1倍。好，都听你的。需要什么材料，我们明天就去搜集。我也打算解锁空间的新功能。现在咱们人手多了，物资运输和紧急撤离都得跟上。我打开系统面板，看着这几天完成任务攒下的积分，刚好够解锁空间跨域传送的功能。跨域传送功能已解锁，当前可传送距离1000米，可携带人数3人，每日使用次数3次，可消耗积分升级。虽然目前只能短途传送，最多携带3人，每天只能用3次，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实用了。苏小和温冉看到这一幕，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，纷纷围了过来。陆川眼里满是惊喜。太厉害了！有了这个功能，我们以后搜集物资就方便多了，再也不用怕遇到危险，无法及时撤离。以后救治伤员，要是遇到稀缺药品，我们也能快速传送回来，太实用了。看着众人兴奋的样子，我决定完善公司架构，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，真正做到开公司搞基建，让幸存者能在这里安稳生活。苏小负责防御部，带领大家守卫安全区；温冉负责医疗部，救治伤员；陆川负责工程部，改装防御工事和武器。大家纷纷点头，脸上都露出了坚定的神色。咱们的安全区对外开放，接纳周边的落难幸存者，开通物资兑换、丧尸清扫、伤员济治业务，用物资和安全保障换取大家的劳动力。咱们一起在末世里搞事业，过上管吃管住、安稳踏实的日子。安全区挂牌的第一天，就有3名幸存者找上门来。他们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口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疲惫。看到我们的时候，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。别害怕，我们这里是安逸安全区，对外开放，接纳所有落难的幸存者。只要你们愿意遵守安全区的规则，就能在这里落脚。真的吗？你们不会像其他安全区那样欺压我们、抢我们的物资吗？我们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有一些搜集来的废铁。我能理解他们的警惕，末世里太多幸存者被恶势力欺压，早已不敢轻易相信别人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安全区门口的公告牌，上面写着我们的业务和规则。我们和其他安全区不一样，我们是一家公司，在这里你们可以用劳动力或者物资兑换食物、水和安全保障，也可以申请加入我们，一起搞事业，
绝对不会欺压任何人。幸存者们看着干净整洁的据点、充足的物资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，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。温然主动上前，用医疗异能给他们处理伤口。放心吧，在这里你们不会再被丧尸攻击，也不会饿肚子，只要好好努力，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其中一名幸存者叫赵磊，以前是做体力活的，力气很大。他听说我们有丧尸清扫业务，主动提出要加入，用清扫丧尸的劳动力兑换食物和水。另外2名幸存者，一名擅长做饭，一名擅长整理，也纷纷提出要留下来，负责安全区的后勤工作。我记录着大家的特长，想着给大家具体安排什么活。苏小则带着赵磊准备出发去清扫附近的丧尸。这把砍刀很锋利，对付1阶丧尸绰绰有余。注意安全，苏小会跟着你，遇到危险就喊他。赵磊接过砍刀，眼神坚定。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好好干，绝不拖后腿。苏小带着赵磊出发去清扫丧尸，我留在安全区和温冉、陆川一起完善后勤工作。石甲在安全区周围巡逻，防止丧尸和恶势力偷袭。这是我们安全区的第一笔业务，也是我们末世事业的第一个台阶。苏小催动瞬移异能，瞬间冲到丧尸身边，几下就解决了一只。赵磊则握紧砍刀，奋力朝着丧尸砍去。虽然动作生疏，但力气很大，很快就解决了一只丧尸。砍丧尸的头颅，那里是他们的弱点，动作快一点，注意躲避他们的攻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到1个小时，他们就清扫完了附近街道的丧尸。赵磊虽然累得满头大汗，但脸上却露出了笑容。他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在末世里站稳了脚跟。回到安全区后，我按照约定给赵磊兑换了食物和水，还给他安排了住处。赵磊拿着食物和水，激动的眼眶发红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谢谢林哥，以后我就跟着你们干了，你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看着赵磊激动的样子，我心中也泛起一股暖意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加入我们。安逸安全区一定会成为末世里的一片净土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安逸安全区就接纳了10几名幸存者，大家分工明确，防御部负责守卫，医疗部负责救治，工程部负责加固工事，后勤部负责日常起居。安全区里渐渐有了烟火气，每天都能听到大家忙碌的声音。你看，咱们的公司越来越像样子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扩大安全区规模，开通更多业务，让更多幸存者过上安稳日子。是啊，真没想到我们能做到这一步。不过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安。陈默还没动静，我担心他会搞小动作。苏小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陈默心思缜密，手段狠辣，上次失败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当天下午，陆川突然找到我，脸色凝重。物资仓库里的丧尸攻击药效少了3瓶，还有一些加固围墙的材料也不见了。仓库的门锁没有被破坏，不像是外人进来偷的。仓库里的物资摆放整齐，但明显能看出丧尸攻击药水的摆放位置空了3块，墙角的加固材料也少了一部分，门锁完好无损，没有被撬动的痕迹。林哥，仓库的钥匙只有我们几个人有，幸存者们都没有钥匙，而且我每天都会检查仓库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少了物资。我怀疑咱们安全区里有内奸。你说的对，门锁没坏，只有内部的人才能进来。而且丢失的都是攻击药水和加固材料，很可能是有人偷偷把物资送给了陈默，或者是为陈默偷袭做准备。内奸的出现让整个安全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，大家互相猜忌，原本和谐的氛围变得有些微妙。我知道必须尽快找出内奸，否则安全区迟早会被陈默攻破。我召集众人开会，脸色严肃。现在可以确定，咱们安全区里有内奸，偷走了攻击药水和加固材料，很可能是陈默的人潜伏在我们身边，伺机而动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苏小率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内奸应该是最近几天加入的幸存者，因为老成员都是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，不可能背叛我们。我也觉得最近加入的幸存者里有一个人很可疑，他叫李然，每天都四处游荡，不怎么干活，还总打听我们的防御部署和物资存放位置。我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身上有黑影残留的气息。李然身上有黑影残留的气息，很可能就是陈默派来的内奸。好，既然有线索，我们就暗中观察他，等找到证据，就立刻揭穿他的真面目，不能让他再破坏我们的安全区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让苏小负责暗中跟踪李然，温冉留意他的一举一动，看看他有没有和外界联系。陆川则加强仓库和防御工事的守卫，防止他在偷物资。另外，我们要多留意安全区的出入口，防止陈默趁机偷袭。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出内奸，守住我们的安全区。按照约定，我们开始暗中观察李然。苏小每天都用瞬移异能悄悄跟踪他，温冉则故意和他聊天。
打探他的底细。陆川加强了仓库和防御工事的守卫，石甲也加大了巡逻力度，整个安全区都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氛围里。那天我看到李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黑色通讯器，低声说着什么。苏小躲在不远处的角落里，用异能隐藏自己的气息，仔细听着。陈哥，我已经摸清了他们的防御部署，物资仓库就在东边，守卫不算太严，攻击药水还有7瓶，加固材料也不多了。你明天晚上可以带人过来偷袭，一定能一举攻破安全区，夺走林州的空间异能。苏小听到这话，瞬间握紧了拳头。果然，李然就是陈默派来的内奸。他悄悄记下李然说的话，然后瞬移到我身边，把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。我没想到陈默居然这么迫不及待，还派内奸潜伏在我们身边。想要一举攻破安全区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好，既然他送上门来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装不知道他是内奸。明天晚上布下陷阱，等着陈默自投罗网，一次性解决他们。好主意，我可以在安全区门口和物资仓库周围布置陷阱，放上改装后的炸弹。只要陈默和他的人进来，就别想出去。可是，陈默有黑影，还有3阶丧尸，我们的人虽然多了，但战力还是比不上他们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放心吧，我的瞬移异能已经进化，能快速支援大家，石甲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再加上我们布下的陷阱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夜幕降临，李然悄悄打开安全区的侧门，对着外面打了个暗号。陈默带着黑影和2只3阶丧尸悄悄潜入安全区，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。他以为自己能一举攻破安全区，夺走空间异能。陈默小心翼翼地朝着物资仓库的方向走去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已经布下了陷阱。李然走在最前面，指引着他们，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做得好，等我夺走空间异能，就给你丰厚的奖励，到时候你就是我身边的得力助手。谢谢陈哥，我一定好好配合你。在他们走到物资仓库门口的时候，我立马下达指令，动手。陆川按下遥控器，陷阱瞬间触发，炸弹轰然爆炸，丧尸和黑影被炸得飞了出去，惨叫声连连。苏小催动瞬移异能，瞬间冲到李然后面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制服。石甲发出低沉的咆哮，朝着3阶丧尸冲了过去。我催动空间异能，将物资仓库保护起来，同时召唤出空间屏障，空间屏障挡住了沉默的攻击。你们早就知道了，不可能！你以为你的小把戏能瞒得过我们吗？陈默派你来潜伏，偷我们的物资，打探我们的部署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陈默看着眼前的陷阱，又看了看被制服的李然，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没料到居然中了我们的计。他心中的得意瞬间变成了愤怒和不甘。陈默，上次你侥幸逃脱，这次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林州，你别得意，我就算输了，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我已经联合了周边的3大恶势力，组建了猎神联盟，用你的空间势能做悬赏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来攻打你的安全区，到时候你的安全区一定会覆灭，你也会死无全身。沉默的话让我们所有人都脸色一变。周边的3大恶势力，个个实力强大，都有2阶、3阶异能者，还有不少手下。他们联合起来，对我们的安全区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威胁。沉默趁着我们愣神的瞬间，突然引爆了身上的备用黑影炸弹，巨大的冲击波将空间屏障炸开一个缺口。沉默趁机逃跑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苏小想要追上去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林州，我们快追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别追了，他已经跑远了。而且他说的猎神联盟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，我们必须尽快做好准备，迎接他们的围攻。看着沉默逃跑的方向，我心中充满了警惕。猎神联盟的出现让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，但我不会退缩。安逸安全区是我们的心血，是所有幸存者的希望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守护好它。大家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我告诉大家，下一次对方的进攻一定会更加激烈，我们一定要严防死守。为了了解猎神联盟的具体情况，我决定去审问内奸李然，他是沉默派来的，肯定知道猎神联盟的部署和3大恶势力的具体情况。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，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好准备。李然，我知道你是沉默派来的，现在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如果你敢隐瞒，后果自负。猎神联盟的具体情况是什么？3大恶势力的实力如何？沉默什么时候会带他们来攻打我们的安全区？我不知道。李然一问3不知，苏小还是不放心，多问了几句。沉默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或者猎神联盟有没有什么弱点？我不知道沉默有没有秘密武器，但是3大恶势力之间并不和睦，只是为了夺取空间异能才暂时联合在一起。他们之间矛盾很深，只要我们能挑拨他们的关系，就能瓦解猎神联盟。我和苏小回到会议室，将审问李然得到的信息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听完后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希望。3大恶势力之间不和睦，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现在我们有3天时间，分2步走。第一步，陆川，你带领工程部的人
加班加点加固防御工事，在安全区的东南北3个方向布置更多的陷阱，改装更多的武器，提升防御能力。苏晓，你带领防御部的人加强训练，挑选有潜力的幸存者，教他们基础的战斗技巧，提升战力。温冉，你负责救治伤员，储备更多的医疗物资，同时留意幸存者中有没有隐藏的异能者。石甲，你负责巡逻，同时尽快恢复实力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我告诉大家，第2步，我会亲自去联系周边的小型幸存者团队，争取他们的支持，同时想办法挑拨3大恶势力之间的关系，瓦解猎神联盟。目前我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才能守住我们的安全区，才能在末世里继续走下去。好，我们听林哥的。虽然时间紧迫，任务艰巨，但看着众人坚定的眼神，我心中充满了底气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打败猎神联盟，守护好我们的安逸安全区，守护好所有的幸存者。按照计划，众人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。陆川带领工程部的人加班加点加固防御工事，苏晓带领防御部的人训练，温冉储备医疗物资，寻找隐藏的异能者。安全区里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，气氛紧张而有序。我则打算趁着这3天时间去寻找第1块恶灵碎片，只有稳定了空间异能，解锁更多的空间功能，我们才能有更大的把握打败猎神联盟。林州，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？系统说，恶灵碎片藏在末世危险据点之中，那里肯定有很多高阶丧尸，太危险了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还要带领大家训练，守护安全区，这里更需要你。石甲陪我一起去就好，他的实力很强，能保护我。而且寻找恶灵碎片需要集中精神，人多了反而不方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要小心，遇到危险就立刻回来，别逞强，我们等你回来。经过1天的跋涉，我和石甲终于来到了废弃的市立研究所门口。研究所的大门破旧不堪，布满了抓痕和血迹，门口游荡着丧尸群，丧尸的身上散发着诡异的黑暗气息，和沉默的黑影气息很像。我知道这里一定有恶灵碎片。石甲，等会儿你负责吸引丧尸的注意力，我趁机进入研究所，寻找恶灵碎片，遇到危险就大喊一声，我会立刻支援你。石甲猛地冲了出去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吸引了所有丧尸的注意力。丧尸们朝着石甲冲了过去，石甲挥舞着石掌，与丧尸们缠斗在一起。虽然面对一只3阶丧尸和若干2阶丧尸，但石甲丝毫不落下风。我趁着这个机会，快速冲到研究所门口，推开破旧的大门，走进了研究所。研究所里面漆黑一片，弥漫着腐臭味和诡异的黑暗气息，地上散落着破碎的实验器材和丧尸残骸。我按照系统的提示，朝着研究所的地下实验室走去。一路上遇到了几只1阶丧尸，我都轻松解决了。越往地下走，黑暗气息越浓，空间异能也开始变得有些紊乱。我知道恶灵碎片就在附近。我看到中央的实验台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黑色晶体，晶体上散发着淡淡的黑紫色光晕，正是恶灵碎片。但是在实验台旁边站着一只4阶丧尸，丧尸的体型庞大，满身黑纹，眼神赤红，散发着强大的压迫感。4阶丧尸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4阶丧尸，这下麻烦了。4阶丧尸的实力比3阶丧尸强大太多，石甲现在还在外面缠斗，无法过来支援我，我只能靠自己。我知道恶灵碎片对我来说至关重要，我必须拿到它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危险也不能退缩。4阶丧尸巨大的爪子带着强大的锋利，狠狠挥向我。我立刻催动空间异能，召唤出空间屏障，挡住丧尸的攻击。屏障剧烈震动，几乎要碎裂。我一定要拿到恶灵碎片！4阶丧尸的攻击越来越猛烈，空间屏障被打得剧烈震动，裂纹越来越多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空间异能在快速消耗，我胸口的剧痛再次传来，嘴角也溢出鲜血。但我不能放弃，恶灵碎片就在眼前，只要拿到它，我就能稳定异能，就能打败这只丧尸，就能回去守护安全区。不，我不能放弃恶灵碎片，我一定要拿到它！我集中精神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催动空间异能，将身边的实验器材全部召唤起来，朝着4阶丧尸扔了过去。实验器材砸在丧尸身上，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，但也暂时阻挡了他的攻击。4阶丧尸被激怒，发出一声狂暴的嘶吼，再次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我趁机爬起来，踉跄着朝着实验台跑去。我距离恶灵碎片越来越近，只要再往前一步，就能拿到它。检测到恶灵碎片气息，宿主可强行吸收恶灵碎片，稳定空间异能，解锁新功能。强行吸收。那股力量涌入体内的瞬间，我胸口的剧痛瞬间缓解，枯竭的空间异能仿佛被点燃的火焰，疯狂涌动起来。紊乱的经脉也被一股温和的力量抚平，原本几乎耗尽的异能，在短短几秒内就恢复了大半，甚至比之前更加凝练。我周身空间剧烈波动，原本朝着我抓来的4阶丧尸动作突然变得缓慢，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牢牢束缚住。既然你不让我拿，
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集中精神，催动空间异能，双手一挥，无数道淡蓝色的空间利刃凭空出现，朝着四阶丧尸射去。四阶丧尸被激怒，疯狂挣扎，想要挣脱空间的束缚，却被我用空间异能轻松压制。空间的力量在我手中变得愈发灵活。这就是吸收恶灵碎片的力量吗？比之前强大了不止1倍。我瞬移到实验台旁，一把抓起那枚恶灵碎片，碎片入手冰凉，黑紫色的光晕瞬间完全融入我的体内。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的提示音。恶灵碎片完全吸收成功，空间异能彻底稳定，解锁新功能空间禁锢，异能增时。空间禁锢可短暂禁锢3阶及以下丧尸或异能者，异能增幅可临时提升自身及队友异能威力 50%， 每日可使用2次。异能解锁的瞬间，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，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只能勉强支撑的样子。四阶丧尸冲破空间束缚，再次朝着我冲来。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畏惧，嘴角勾起一抹坚定的笑容。空间禁锢结束了。我双手凝聚全部异能，淡蓝色的光晕汇聚成一道巨大的空间之刃。我猛地挥出，空间之刃呼啸而出，狠狠劈在四阶丧尸的头颅上。丧尸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抽搐了几下便没了气息，身体渐渐化为黑水。吸收恶灵碎片的力量还在体内奔腾。我和石甲快步返程，远远就看到安逸安全区的合金大门轰然倒塌，断裂的尖刺歪倒在一旁，地面上布满血迹和碎石，空气中混杂着硝烟腐臭和异能碰撞的灼热气息。猎神联盟还是提前发动了总攻。石甲嘶吼着加快速度，石腹上又添新伤，原本愈合的地方再次碎裂。我看到沉默手里的恶灵探测器正对着2楼方向，身旁的3大寨主周身异能涌动，语气轻蔑的争执不休。我到时候可是要拿最多的物资。探测器突然发出刺耳警报，红光转向我。林州，你居然带着恶灵碎片回来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3大寨主同时锁定我，3阶异能的压迫感席卷而来。我将石甲护在身后，催动空间异能，淡蓝色光晕瞬间流转周身。你找死！黑风寨寨主率先冲来，铁拳带着劲风砸向我。我低喝一声，催动异能，淡蓝色光晕将其牢牢困住。空间禁锢！石甲趁机挥爪，重重砸向寨主，对方惨叫着连连后退。血影堂堂主瞬间瞬移到我身后偷袭，我凭进化后的瞬移堪堪避开，反手挥出数道空间利刃，狠狠划伤其手臂。破骨团团长见状，立刻冲来，厚重骨甲撞向石甲，两人狠狠碰撞，碎石飞溅声响彻四周。石甲牵制住他们，我去救陆川和温冉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我看着黑影的利爪狠狠抓在陆川后背，他惨叫着轰然倒地。温冉发出绝望的哭喊，拼尽最后一丝医疗异能挡在身前。身后传来沉默阴冷的笑声，数道黑影瞬间缠绕住我的四肢，空间异能被死死压制，我动弹不得。林州，你的恶灵碎片归我了。沉默将恶灵探测器狠狠抵在我的后背，探测器红光暴涨，我体内的恶灵碎片剧烈躁动，胸口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嘴角忍不住溢出血迹。我要抽出你的恶灵碎片，再夺走你的空间异能，让你亲眼看着你的队友一个个死去。我拼尽最后力气，将医疗异能凝聚成光团，扔向黑影。黑影发出刺耳嘶鸣，消散开来，束缚我的力量骤然减弱。石甲浑身是伤地冲上楼，死死挡在温冉身前，嘶吼着瞪向沉默。他的石肤几乎全部碎裂，却依旧死守在身前。房间内昏迷的苏晓仿佛感受到危机，周身泛起淡淡白光，速度异能竟出现进化的迹象。他缓缓睁眼，身形瞬间瞬移到沉默身后。进化后的速度异能全力爆发，一掌狠狠拍向沉默后背。沉默猝不及防被击飞出去，恶灵探测器掉落在地。苏晓立刻挡在我身前，残影般击溃剩余的黑影。我趁机挣脱束缚，催动空间异能，先稳住陆川的伤势，转头对着温冉大喊：温冉，快救治陆川和石甲！温冉立刻蹲下身，双手泛起淡绿色光晕，医疗异能全力爆发，笼罩住陆川和石甲。两人身上的伤口渐渐止血。我看着队友们满身的伤痕，心中又急又怒。沉默的偷袭让我们损失惨重，而安全区外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。沉默从地上爬起身，捡起掉落的恶灵探测器，眼神阴狠地瞪着我。林州，算你运气好，但你别得意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沉默挥手召唤出剩余所有黑影，黑影簇拥着他一步步后退，准备趁机逃离。别让他跑了，我去追！苏晓催动进化后的瞬移异能，身形化作一道白光就要追上去，我一把伸手拉住了他。别追了，陆川和石甲伤势太重，温冉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而且外面还有高阶丧尸，我们不能再分散战力。我看着沉默逃离的方向，眼中闪过坚定。我知道他迟早还会再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治队友，加固防御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陆川虚弱的开口，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：林哥，防御工事还有物资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还有大家在，我们一定会守住安全区。陆川，
你好好养伤，等你好了，咱们再一起加固防御，改装武器。温冉擦了擦眼角的汗珠，语气带着一丝无奈，说出的话让我心中一动。林哥，石甲的伤势太重，我的医疗异能只能暂时稳住他，想要彻底愈合，还需要更多的医疗物资，或者借助恶灵碎片的力量。温冉的话点醒了我，我想起吸收恶灵碎片时体内涌起的那股温和力量，或许恶灵碎片真的能彻底治愈石甲。我扶着石甲走到安全区门口，远远就看到三大恶势力的人围在一起炒作一团。黑风寨寨主挥舞着铁拳，满脸怒容，吼声震耳。陈默那小子跑了，说好的好处一分都没有，我看你们就是想独吞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该加入什么猎神联盟。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也配要好处？若不是我牵制住苏小，你们早就被林州打败了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叫嚣？好处？你他妈的还想着好处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别吵了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陈默，夺取恶灵碎片。至于好处，等拿到碎片再说。三人各执一词，争吵越来越激烈，手下的人也互相敌视，眼神凶狠，随时都有可能动手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中暗喜，这正是我想要的机会。我走上前，故意提高声音，语气带着浓浓的嘲讽：“三位寨主，别吵了。你们以为陈默真的会给你们好处吗？”三大寨主同时转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黑风寨寨主厉声呵斥：“林州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赶紧滚，否则我们连你一起收拾！”收拾我？你们现在内讧不断，连自己人都要打，还有力气收拾我？我倒是要提醒你们，陈默早就打算等夺取恶灵碎片，就除掉你们三个，独吞所有力量。你们不过是他的棋子罢了。我的话如同晴天霹雳，三大寨主的脸色瞬间大变，原本的争吵戛然而止，眼中都闪过浓浓的疑虑和警惕。血影堂堂主依旧嘴硬，语气却带着一丝不确定：“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，陈默不会这么对我们的。”挑拨离间？你们想想，陈默一直都在利用你们的异能，他自己实力不强，全靠你们冲锋陷阵。现在他跑了，说不定正在暗中算计你们，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呢。黑风寨寨主眼神闪烁，想起陈默平时的所作所为，心中渐渐动摇。他看向血影堂堂主和破骨团团长，语气带着明显的怀疑：“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”三大寨主本就互相猜忌，经我这么一说，更是彻底反目，三方瞬间陷入混战，喊杀声一片。我转头对着苏小等人快速吩咐：“机会来了！苏小，你带领防御部清理残余丧尸。温冉继续救治伤员，我带着石甲趁机加固防御，守住安全区。”我一边指挥众人行动，一边观察着三大恶势力的混战。我知道这场内讧会让猎神联盟彻底瓦解，而我们也能趁机喘息，做好后续的一切准备。三大恶势力内讧溃散，安逸安全区虽暂时解除危机，却早已满目疮痍，伤员遍野，物资告急，防御工事损毁严重。而沉默的逃脱，更像一柄悬在众人头顶的利剑，随时都有可能落下。众人围坐议事，每个人的神色都无比凝重。陆川攥着破损的防御图纸，语气急切：“林哥，防御工事多处坍塌，加固需要大量钢材和水泥。现存物资最多支撑2天。”温冉擦了擦额角的汗珠，语气带着浓浓的疲惫，抬手揉了揉发酸的胳膊。伤员太多，医疗物资已经耗尽，我的异能也快透支了。石甲的伤势依旧反复，根本稳不住。陈默跑了，他肯定会卷土重来。我们必须尽快提升战力，否则根本挡不住他。苏小紧握拳头，眼底满是不甘，狠狠捶了一下桌面。我沉默片刻，缓缓打开系统面板，看着连日来完成任务积攒的积分，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机械的提示音：检测到宿主拥有足够积分，可燃烧全部积分，强行解锁恶灵本源力量，短暂掌控空间与恶灵双重能力，持续时间1小时。解锁后可提升自身战力，同时可辅助队友修复伤势，触发进化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眼神坚定地开口，心中已然做好决定：燃烧所有积分，解锁恶灵本源力量。话音未落，我体内的积分瞬间清零，胸口的恶灵碎片剧烈共鸣，淡紫色的恶灵气息与淡蓝色的空间光晕交织缠绕，周身气流狂暴涌动，一股远超之前的强大力量席卷全场。会议室的桌椅纷纷震颤，我握紧拳头，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双重力量。苏小带领防御部加强警戒，严防陈默偷袭。陆川立刻组织人手清点残余物资，规划防御加固方案。温冉，随我一起救治石甲和伤员。石甲，撑住，我来帮你。我走到石甲身边，指尖凝聚起一缕淡紫色的恶灵本源力量，轻轻注入他的体内。原本碎裂的石肤瞬间泛起金光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石甲身形渐渐高大，变得更加厚重锋利，周身的气息不断攀升，一股远超3阶异能者的压迫感扑面而来。石甲吸收恶灵本源力量，成功进化为4阶磐石守卫，
成为安全区终极战力。石甲站起身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我的手臂，眼神中满是忠诚与守护之意。我正用双重力量协助温冉救治伤员，脑海中突然传来系统异常的提示音：宿主解锁恶灵本源力量，触发系统终极秘密解锁。本系统是封印恶灵的容器系统。宿主林州原是穿书炮灰，同时也是恶灵宿主。穿书并非偶然，核心使命是完成恶灵封印，存活365天，实则是封印倒计时。集齐5块恶灵碎片，方可彻底掌控恶灵力量，完成终极封印。我浑身一震，手中的力量瞬间停滞，眼中满是震惊与茫然。我想起自己穿书以来的点点滴滴，从濒临死亡被石甲所救，到结识苏小、温冉、陆川，再到守护安全区对抗猎神联盟，原来这一切都早已注定。我并非偶然闯入这个末世，而是肩负着封印恶灵的使命。苏小一察觉到我的异常，连忙上前，语气带着担忧：林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双重力量消耗太大了？我缓缓回过神，眼神从茫然变得坚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系统的终极秘密一字一句地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听完，皆是满脸震惊。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。片刻后，苏小率先开口，语气无比坚定：不管林哥你是穿书炮灰还是恶灵宿主，你都是我们的队长，我们都会跟着你，一起完成封印任务，守护好安全区。陆川、温冉也纷纷点头，眼神中满是坚定。石甲更是对着我嘶吼一声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忠诚。我看着眼前并肩作战的队友，心中满是暖意，所有的迷茫与不安都烟消云散，郑重地开口：谢谢大家。既然我肩负着这份使命，就绝不会退缩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整合安全区，建立正规的架构，吸纳更多幸存者，积蓄力量，一边寻找剩余的恶灵碎片，一边防备沉默的反扑。我正式宣布整合安全区，建立末世正规公司架构，定名安逸末世有限公司。消息传出，周边大量落难的幸存者纷纷赶来寻求庇护。安逸安全区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寻求庇护的幸存者，他们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眼中却满是对生的希望。我站在高台上，看着眼前的人群，语气坚定而有力量，声音透过异能传遍全场：各位幸存者，末世残酷，孤身难存。从今天起，安逸安全区正式升级为安逸末世有限公司。我们建立正规部门，各司其职，共同生存。所有加入者皆能获得庇护、食物和水。我当场宣布公司架构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设立行政部，负责统筹管理、人员登记和规则制定；防御部由苏小担任局长，负责安全警戒、战斗训练和抵御外敌；医疗部由温衍担任院长，负责伤员救治、健康保障和医疗物资管理；工程部由陆川担任总长，负责防御工事加固、建筑重建和武器改装；物资部负责物资搜集、储存和分配。众人欢呼雀跃，纷纷举手报名加入。短短1天时间，安逸公司就吸纳了上百名幸存者，各部门快速组建，开始有序运转。苏小带领防御部训练队员，提升整体战力；温冉带领医疗部搭建临时医院，救治所有伤员；陆川带领工程部抢修防御工事，改装武器；物资部则分组出发，搜集周边可用物资。我则带着石甲，一边巩固自身的双重力量，一边四处打探剩余恶灵碎片的消息。为了缓解物资压力，我决定开通跨安全区贸易，与周边几个小型安全区建立合作。在我的带领下，安逸公司运转得井井有条，幸存者们各司其职，安全区渐渐恢复生机，甚至有了末世难得的烟雾气。我通过贸易合作得知第3块恶灵碎片的踪迹，位于一处废弃的物资中转站。我带着苏小和石甲前往废弃物资中转站寻找第3块恶灵碎片。中转站里布满了废弃的货物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腐臭气息，几只3阶丧尸在周边游荡，警惕着外界的任何动静。我压低声音，快速部署：石甲开路，苏小你负责警戒，防止沉默偷袭。3人小心翼翼地进入中转站，石甲挥舞着锋利的石爪，轻松解决了游荡的3阶丧尸。苏小则催动瞬移异能，在中转站周边不停巡查，警惕着任何异常动静。就在我按照系统提示找到第3块恶灵碎片，林州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倒是过得风生水起，还找到了第3块碎片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沉默从暗处走出，身后跟着数十道黑影，眼神阴狠，周身散发着诡异的恶灵气息。我握紧手中的碎片，眼神冰冷，看着眼前的仇人。你居然也找到了这里，看来你还是不死心，妄图夺取恶灵碎片，释放恶灵主体。不死心？自从我得知系统的秘密，就知道你不过是个封印恶灵的工具。只要我夺取你的恶灵本源，就能掌控所有力量，成为末世主宰。说完，沉默挥手，黑影如同潮水般朝着我们3人涌来。我快速下令，催动双重力量，准备迎战。石甲挡住黑影，苏小牵制沉默。
我周身淡紫色与淡蓝色光晕交织，挥出无数道空间利刃，瞬间击溃数道黑影。石甲嘶吼着冲上前，与黑影缠斗在一起。四阶磐石守卫的力量完全碾压黑影，每一击都能击碎数道黑影。苏小催动瞬移异能，瞬移到沉默面前，双手凝聚起异能，朝着沉默发起攻击。沉默早有防备，催动黑影抵挡。两人缠斗在一起，瞬移的白光与诡异的黑影交织，难分胜负。我趁机将第3块恶灵碎片吸入体内，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。吸收第3块恶灵碎片成功，空间异能大幅提升，双重力量融合度提升至80%。我只感觉力量暴涨，瞬间瞬移到沉默身后，挥出一道凝聚双重力量的能量刃，狠狠击中沉默后背。沉默惨叫一声，被击飞出去，嘴角溢出血迹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不甘，却只能催动剩余的丧尸，掩护自己狼狈逃离。临走前还放下一句狠话：林州，算你厉害，下次我一定会夺走你的恶灵本源。我吸收第3块碎片后，空间异能进一步进化，剩余2块碎片均在废弃势力研究所附近，而那里正是恶灵母体被封印的地方。我带领众人前往废弃势力研究所，寻找最后2块恶灵碎片。研究所外围布满了黑影和4阶丧尸，都是恶灵母体的守护力量，气息恐怖，远超之前遇到的任何敌人。我沉声部署，众人立刻进入战斗状态。陆川，你带领工程部的人用改装武器牵制丧尸。温冉，你撑起治疗结界，保障大家的安全。苏晓，你牵制黑影，掩护我和石甲进入研究所。石甲，跟我来，夺取碎片。陆川带领工程部队员架起改装后的巨型机枪，扣动扳机，子弹呼啸而出，击中4阶丧尸。虽不能彻底击杀，却能有效牵制他们的行动。温冉催动全部医疗异能，撑起一道淡绿色的痊愈治疗结界，将众人笼罩其中。受伤的队员瞬间就能得到救治。苏小进化后的速度异能全力爆发，每一击都能击溃数道黑影，牢牢牵制住大部分黑影。我则带着石甲冲破丧尸和黑影的层层阻拦，成功闯入研究所内部。研究所内部漆黑一片，弥漫着浓郁的恶灵气息，墙壁上布满黑色纹路，空气中的压迫感让人几乎窒息。按照系统提示，我在研究所的地下密室找到了最后2块恶灵碎片，它们分别嵌在密室的墙壁上，散发着强大的黑紫色光晕。就在我伸手去取碎片时，密室的大门突然轰然关闭。林州，这一次你插翅难飞。沉默带着大量黑影和一只5阶丧尸从暗处走出，眼神疯狂而贪婪，死死盯着我面前的恶灵碎片。你居然一直跟着我们！我眼神冰冷，周身瞬间催动双重力量，对着石甲大：石甲，挡住5阶丧尸，我来取碎片。石甲嘶吼着冲上前，与5阶丧尸缠斗在一起。4阶与5阶的力量碰撞，碎石飞溅，嘶吼声震耳欲聋，整个密室都在微微震颤。我趁机快步走上前，取下最后2块恶灵碎片，将其吸入体内。瞬间，体内的5块恶灵碎片剧烈共鸣，淡紫色的恶灵气息与淡蓝色的空间光晕彻底融合，周身气流狂暴到极致。空间异能发生质的进化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席卷整个密室。集齐5块恶灵碎片，空间异能进化为神域空间，解锁3大能力：创造安全领域、净化丧尸、复活战死队友。双重力量完全融合，宿主可自由掌控恶灵与空间力量。神域空间瞬间展开，淡蓝色的光晕笼罩整个密室，黑影触碰到光晕，瞬间被净化消散。5阶丧尸也被光晕死死压制，动作变得迟缓无比。给我锁住他！沉默想逃，却被神域空间牢牢禁锢，无法动弹。我正要彻底解决沉默，研究所突然剧烈震动，恶灵母体的封印出现松动，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气息从地下深处传来。沉默趁机挣脱禁锢，疯狂地朝着封印之地冲去，妄图释放恶灵母体。我要林州死！研究所地下封印室，封印恶灵母体的结界已经出现巨大裂痕，黑色的恶灵气息从裂痕中疯狂喷涌而出，地面剧烈震动，无数高阶丧尸从裂痕中爬出，红着眼睛朝着众人发起疯狂攻击。沉默，住手！我嘶吼着，催动神域空间，想要阻止沉默。可此时结界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，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气息从裂痕中爆发而出。恶灵母体的虚影缓缓浮现，身形庞大无比，周身布满黑色纹路，眼神赤红，散发着毁灭一切的压迫感，让人从心底感到恐惧。太晚了！恶灵母体一旦释放，全球丧尸都会进化为4阶、5阶，末世彻底崩溃。到时候我就能夺取恶灵本源，成为末世主宰。话音刚落，封印结界彻底破碎，恶灵母体缓缓走出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，周围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吼声吓到，周身的恶灵气息朝着全球扩散而去。远处无数丧尸纷纷躁动，身体开始疯狂变异，气息不断攀升，4阶、5阶丧尸的身影越来越多，末世彻底陷入崩溃边缘。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中满是焦急，却依旧无比坚定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就算末世崩溃，
我们也要守住安逸公司，守住所有幸存者，彻底封印恶灵母体。苏小温冉、陆川石甲纷纷点头，眼神坚定，没有丝毫退缩。决战陷入白热化，石甲被恶灵母体分身重创，轰然倒在地上，气息微弱，几乎奄奄一息。温冉的治疗结界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痕，嘴角不断溢出血迹，却依旧咬牙坚持，不肯放弃。陆川带着炸弹冲破丧尸的层层阻拦，终于抵达恶灵母体的巢穴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引爆开关。苏小则拼尽全力，瞬移斩裂母体身边所有的黑影，为我争取最后的时间。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震耳欲聋。恶灵母体的巢穴被彻底炸毁，母体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气息瞬间大幅削弱，分身也随之消散。沉默见状，脸色惨白，却依旧不死心，红着眼睛冲向恶灵母体，想要趁其虚弱夺取它的本源力。痴心妄想！我嘶吼着，瞬间瞬移到沉默面前，挥出一道凝聚全部力量的能量刃，彻底击溃沉默的核心力量。给我杀！沉默胸口的伤口还在汩汩冒血，双眼圆睁，没了丝毫气息，彻底消失在这个残酷的末世。他毕生的执念与野心，最终化为一场泡影，解决掉沉默这个最大的内患。我转头看向被封印牢笼困住的恶灵母体，眼神无比坚定，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。我清楚的知道，想要彻底终结这场席卷全球的末世危机，必须将这一切的源头恶灵母体重新封印，永绝后患。宿主已集齐5块恶灵碎片，成功掌控神域空间，可启动终极封印程序，系统已完成阶段性使命，即将解绑。请问宿主是否选择回归现实世界？我浑身一震，大脑瞬间空白。回归现实世界意味着可以摆脱末世的所有残酷，告别尸山血海，回到自己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，再也不用每日挣扎求生，不用面对队友的离去。可当我看到出生入死的队友们，再想起安逸公司的上百名幸存者，想起那些我用生命守护的人，心中没有丝毫犹豫，只是沉默着，没有回答系统的提问。宿主，请尽快作答。终极封印程序即将启动，若超时未选择，将默认回归现实世界。请问宿主是否回归现实世界？系统的第二次提问让我彻底回过神，眼底的迷茫褪去，只剩下无比的坚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。我不回归，这里有我的队友，有我守护的人，有我并肩作战的过往，这里才是我的归宿。我要将神域空间转化为永久末世安全结界，彻底净化恶灵母体，终结这场持续已久的危机，给所有幸存者一个安稳的家。话音刚落，我不再犹豫，催动全身所有的本源力量，金色的本源之力从指尖溢出，与体内的神域空间之力彻底绑定，缓缓注入震动的封印牢笼中。苏小等人见状，纷纷站起身，用尽最后的力气，释放自身异能，协助我稳固封印。光晕越来越盛，渐渐笼罩住整个地下封印室。光晕所过之处，黑色的恶灵气息纷纷消散，空气中的压抑感渐渐褪去。光晕不断蔓延，不仅笼罩住整个废弃研究所，甚至朝着全球各个角落扩散而去。恶灵母体的嘶吼声渐渐减弱，从狂暴变得微弱，最终彻底沉寂。他身上的黑色恶灵气息被不断净化消散，全球范围内的高阶丧尸也纷纷失去力量，僵硬地倒在地上，化为一滩黑水，彻底消亡。宿主选择留在末世，神域空间成功转化为永久安全结界，恶灵母体彻底被净化，末世危机正式终结，系统完成终极使命，将化作守护晶石，迁入安全区核心。宿主将永久保留空间异能与所有记忆。恶灵母体彻底消失在封印牢笼中，系统化作一枚晶莹剔透的守护晶石，缓缓升起，朝着安逸安全区的核心位置飞去，深深嵌入其中，散发出淡淡的微光，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我的身体因耗尽本源力量而有些疲惫，但我的空间异能依旧存在，甚至比之前更加强大。神域空间化作的永久安全结界，如同一张巨大的保护网，笼罩着整个末世，守护着所有的幸存者。末世危机彻底终结，安逸公司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。我决定升级公司架构，将安逸末世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末世安逸联邦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势力，管辖着所有幸存的人类聚集地，制定规则，分配资源，让幸存者们不再流离失所。阳光温暖而耀眼，我看着远处的幸存者们忙碌着，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恐惧与绝望。曾经的穿书炮灰，意外肩负起封印恶灵的使命，在末世中挣扎成长，结识了并肩作战的队友，经历了生死考验，守护了无数幸存者，最终终结了末世危机。这才是我想要的，末世里最安逸的人生，也是所有幸存者该拥有的生活。我的逆袭不仅是我个人的传奇，更是末世里所有幸存者的希望。我用自己的选择诠释了责任与守护，让残酷的末世变成了充满温暖与希望的家园。